所以我想要问一下你们三位，就是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经验或者是什么挑战？然后你们觉得我们女性在销售营运这个全球的环境之下有没有什么优势？然后还有没有什么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啊。那个谁要先来？我这一次有。好。我想另外2位应该有压箱的东西。对，我也想也是。因为我的经验比较多是在台湾为主，那应该是说特别在 marketing 或者是 digital marketing 这一个领域来讲的话，我觉得性别的这个议题，我觉得并没有在这个领域，甚至我觉得在台湾，等一下另外2位可以补充，我觉得其实这个并没有那么的被 highlight 出来。对，因为我其实也可以看到世界上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一些案例，很多的行销案例，很多都是会去，特别就是像刚刚 Christine 讲的，今年其实有很多是在讲同工不同酬，包括像德国，可能女生的收入就是硬会比男生少，比如21%。那很多人他就有一些案例，他就是专门拿来就是当做是可能是我在招募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你说，你是可以多。你不只可以弭平这个21%，你还可以超过更多。就是他们会甚至拿这个议题当一个 issue， 然后来做一个 marketing 的宣传这样。那可是，在台湾，我觉得可能是包括我们连就是比如说性别平等啊，就是多元的婚姻什么，这个我们都已经是往这边在发展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可能这个议题没有在台湾那么明显。那所以我自己的领域其实女生的比例其实也算高的。对，所以我自己感受并没有很深。然后再者，我前一份比较长的工作其实是 editor， 我是童书的编辑。那更不用讲了，几乎都是女生，都是我的前辈都是女生的前辈，所以我自己觉得其实并没有太大在这个销售上什么遇到困难这样。但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什么，比如说有特别多有晚上的一些 social 的聚会，对 entertaining， 会没有每一场或者是每一个客户的邀约，即使那个邀约是已经不是那么客户关系，是比较像 friends， 可是我还是比较没有办法，好像很每一场或是什么邀约都想去，就是这个的分际，我还是有一点点小卡这样子。对，那至于是说优势的话，我觉得女生的优势很明显啊。第二被邀请来的都是女生这样子。那我觉得当然女生比较冷静，比较细心，当然都有一些相对就是性别上，我觉得那也不是什么男生好或女生好的问题，那就是真的是大家刚好就与生俱来就有一个不同的人格特质跟不同的地方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好的。那保护自己的话，这个我觉得也是跟 physical 比较有关的那种保护自己，因为你的体力跟你的那个就是你本来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你本来就是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可以与之对抗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夜归啊或干嘛，这本来就是属于你人生自己各自的安全嘛。所以我想说 OK， 我这边我觉得我并没有遇到太多这样的一个问题跟挑战，所以交给2位。好，来 Grace 跟Elsa， 你们2位哪位要先？我先来好了。好，压轴留给 Elsa， 不要这样子。我觉得性别的差异，其实在我这个产业，交通电子产业，我觉得是更明显。怎么说？就是很常哦，就是在会议上，整个会议桌上只有我一个女生。因为其实工程啊、土木、交通这些背景，其实就我们既有的印象，其实大部分都是男性的专业，所以女生其实有时候也会给一些这种你不懂技术啊的这种刻板印象。但是我觉得在很多场合上，不管是我刚才讲的会议，或者是我们比如说有时候参访啊，确实也需要跟很多的都是男生的客户做应酬。可是我觉得在这种场子上，你身为在现场唯一的女生啊，我觉得女生会给大家一种就是我会愿意跟你透露我的比较应该说我会愿意跟你讲我的痛点。
因为我刚才讲到说，其实我遇到的客户其实自尊心都蛮强的，可是女性可能本来我们就有一种柔软的一个人格的人性的特质吧，所以他们会愿意去跟你讲一些他的比较挫折的一面，他的可能他在事业上，他在可能 business 上面的经营，他现在缺的是什么，他想要什么东西，可能这是在台面上大家比较不会讲出来的事情，可是他们却会跟就是以我身为在场唯一的女性，她可能就会愿意去跟你讲说，我实际上哪个部分我遇到什么问题需要你的协助。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们确实以女性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比较细心，也比较能站在她的立场去帮她想一些她可能需要的事情，或是她本来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我觉得以女生的人格特质，其实我们确实也对一些周遭的，不管是人的反应啊，或是一些交流，其实我觉得蛮敏锐的，我们第六感很强。那其实很常，我们就不管是以我们的例子来讲，不管是参访啊，或是我们有时候必须实际到他们的高速公路上，实际去做一些建制安装的事情，其实都是一堆男性工程师。那你其实就会 care，应该说就会留意到他可能现在这个地方他可能他的系统 run 一 run， 他可能发生了什么问题。就是你对这个周遭的环境的敏锐度其实蛮高的，你就会去问说，哎，现在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啊，什么之类的。甚至我们也会去留意到他说，比如说这个客户，他平常我们跟他会议的时候，他喜欢喝茶，这种很小很小的事情，其实都可以建立出一个客户的 persona， 就是说，我们确实注意到这件事情，那我们可能下一次拜访的时候，我们就会带他喜欢的这个茶给他。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 tiny 很微小，虽然说不足以到被提到说可能是像是一个策略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些小小的东西累积起来，确实都是跟客户关系可以增进彼此的温度。我觉得在女性的事业的发展上，我觉得确实是一个蛮大的优势。所以真的是在细节。真的是细节。对。谢谢。没有啦，我觉得不止啦，因为其实我会觉得说，你可以一个人在那个这么多男人的中间，其实应该也是蛮专业。就是我想要讲的，就是因为我上一份工作是电子业的，然后我也是做 B2B， 然后是做 project 为主的。然后就是那时候，因为就是那时候比较年轻，20多岁而已嘛。然后那时候做欧洲，你记得吗？就是我那时候做欧洲市场。不用啊，就是我那时候比较年轻，做20几岁，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个20几岁的亚裔。然后带着自己的东西的产品，然后去 present 给欧洲的白人，然后都是男生，可能都30、40岁。其实他们对于你的第一印象是很，就是 Are you joking me？ 就是你知道 Are you kidding me？ 就是你在做什么这样子，一个 little girl 什么的。对，然后就是那时候去就是 present 我们家的东西，然后去跟经销商谈，然后去告诉他们我们的 solution， 然后去就是开 training class 什么之类的，就是见了一次面。他定位你成一个专业的人，他就会很喜欢 entertain 你，之后他就会一直不停的 entertain 你，然后他就会带你去见更多好的客户这样子。对，所以这是我20几岁的 strategy 啊，就是你要很专业，你要懂得比所有的人都更多。对，然后我那时候是这样子，然后那因为就是应该是一个年轻的女生，所以可以很没礼貌的说出自己的要求。我想要你的 database， 你给我。你现在没有办法说这种话，因为现在已经老了，就是你已经成熟了，你不可以再说这么不礼貌的话。可是你在20几岁的时候是可以说的，然后就说不然我的老板会骂我，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是我压力很大，就是我需要这些东西来让我的 performance 变好，我才有办法做 promote 之类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这是我的 strategy， 就是20几岁在这么多白人的群体，就是这么多白人的 group 里面，我是这样子 survive 下来的。对，然后后来就是长大了嘛，然后结婚了，然后就是 move 到马来西亚，然后就做东南亚市场。那现在一样还是用专业吧，就是第一是你要够专业啦，就是因为其实台湾的教育跟整个东南亚比起来，台湾真的
非常的好。就是其实在教育方面，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所以其实在你在讲很多比如说数字啊，或是你今天 go to market strategy， 或是你今天在做 competitor 的 analysis， 你就是总是可以讲比别人更深一点，就是你要 professional 啊，就是你要够专业这样。然后我想要讲的是，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在印度。那因为印度的话，我自己在那边吃很大的鳖是，就是我们去谈一件事，反正我就是笑笑的谈，然后那个印度的客人就说，有什么好笑的？这个女人在我的会议里面笑什么？然后呢，然后我就尴尬，就是我就不笑了，但是就是我是带着我的那个就是属下，就是我的 sales manager 去，然后就变成 sales manager 主谈。那之后我就知道 OK， 我去印度都是在我的 sales manager 后面，就是我就不会再出头了。我在大部分地方我都是主导了，因为你大概知道你要说什么这样。但是好，那就我现在就知道我在印度的时候拜访大部分的人，我都是在后面，就是用就是讲悄悄话的方式来做我想做的事，但是以男人来说话这样子。对，但其他国家是还好，但是要专业了。对，可是这真的是经验谈，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你也不会晓得。然后所以你可以跟你的那个 student 啊，20几岁的说，你就是去要你想要的东西，不用害怕，他们会原谅你的。所以就回应到刚刚 Miko 讲的那个 don't fear， 就是不要害怕。对。对，我觉得很对年轻的一辈真的是会很受用。对，OK。